村里要修机场，我二话不说地签了字，拿了280万搬去城里。村长和邻居却我笑我蠢，再等等就能多拿100万。他们联合起来当钉子户，天天堵在工地门口要价。然而1年后，当我开车回村扫墓，那些钉子户却蹲在荒地边哭，机场不见了，1分钱都没有了。这天，村长杨福生把全村人都叫到祠堂喊话，都听着，镇上的文件下来了，国际机场的选址就在咱们卧龙村，这是大好事。此话一出，祠堂里瞬间炸开锅。征地给多少钱？我家那2亩地可都是好地。根据政策，本次征地涉及房屋、宅基地、田地、林地，综合评估，一次性补偿每户280万。这个数字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，先是死寂，然后是更大的喧哗。才28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？喊话的人我认得，是我堂哥张强。只见他站起来，指着杨福生大喊：“村长，这价格你可不能答应！去年隔壁县修高铁，一户都赔了300多万，凭啥机场还不如高铁？”村民的情绪瞬间被点燃，一个个站起来附和。只有我没说话，在心里算了一笔账。我家老宅加上几亩薄田，位置偏，房子也破，280万。这个价钱在城里能全款买个不错的房子，还能剩下一大笔。至于他们喊的500万，完全是空中画饼。看着失控的画面，杨福生有点慌，但很快他又镇定了下来，和张强对视一眼。我见状明白了，他俩这是演双簧，故意想把价格往上抬。大家的心情我理解，280万确实少了点，所以咱谁也别先签字。对，谁签字谁就是全村的罪人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站了起来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陈安，怎么？你有不同意见？我没看他，直接对坐在桌子后面的镇干部说：“同志，我同意这个补偿方案。”一瞬间，整个祠堂鸦雀无声。镇干部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笑容：“这位小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嘛，到这边来，咱们可以当场签协议。”张强马上跳出来反对：“陈安，你疯了！280万就把祖宗的房子卖了，对得起去世的二叔二婶吗？”杨福生也黑着脸训斥：“陈安，你别胡闹，这关系到全村的利益。我只管我家的利益，这个价格我接受。”说完，我在一片骂声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按下手印。小陈同志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补偿款3天内就会打到你的卡上。我点点头，收好属于我的那份合同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张强气得骂我：“陈安，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想再回卧龙村，我们就没你这个亲戚。”我却不理他，很快离开了这里。回到家后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，想起了张强一家的嘴脸。我家和他家挨着，共用一堵墙。他家盖新房，硬说地基不够，占了我家墙角1米。我爸老是没跟他争。后来门前修路，我家出了，他家却说手头紧拖着不给，最后还是我爸垫上的，钱至今没还。这些年他们家占的便宜还少吗？现在跟我谈祖宗基业，亲戚情分，真是可笑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陈安，我是杨福生，你马上回祠堂来，把字给我划掉。合同签了，生效了。生效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村委会不同意，你那合同就是废纸一张。你现在是全村的敌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只知道3天后280万会到我账上，至于你们想闹就闹吧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我要和这个地方做一次彻底的告别。2天后，280万到账了，但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。走之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家，锁上门，把钥匙扔进了水沟里。然而到了村口，却被一群人堵住了。陈安，钱到手了，你就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把全村的财路都断了，今天不给个说法就别想走。他们把我围在中间，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我瞬间笑了。我的财路是国家给的，你们的财路是你们自己堵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少废话，要么你把钱拿出来一半分给大伙，要么你今天就躺着出去。说完，张强挥起拳头朝我脸上砸来，但我早有防备，后退一步，同时从口袋里拿出手机。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故意伤害加上敲诈勒索，你猜你得在里面待几年？这下张强和他身后的村民们都哑火。杨福生赶紧出来打圆场。哎呀，都是自家人，强子也是一时冲动。陈安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别走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合同上写的清楚，签字后7天内必须搬离，我这是遵守规定。说完，我大步朝村外的公路走去，身后张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充满了怨毒。陈安，你会后悔的。等我们拿到500万，不，1000万的时候，你别哭着回来求我们。我没有回头，直接坐上了前往市区的班车。再见了，卧龙村，再见了，这些所谓的亲人。到了市里后，我没有急着享受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房产中介。你好，我想买房，全款现房，最好今天能定下来的那种。闻言，中介小哥别提多高兴。哥，您算是找对人了。他立刻领着我去看房，房子在16楼，110平米，3室2厅。房主急着出国，所以卖的便宜。中介小哥，哥，这套房子开价175万，家电全送，拎包入住。您要是诚心要，价格我还能再帮您谈谈。不用谈了，就这套。大概没见过这么爽快的客户，中介小哥又愣住了。哥，不再看看别的？不用。等从中介公司出来，我手里多了一串钥匙。我在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剩下的钱，我买了一辆20万左右的汽车，办完手续还剩80多万。我把这些钱放在活期理财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新家的地址我只发给了七叔，他是村里为数不多帮过我家的人。3天后，七叔给我打了电话。小安啊，搬过去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七叔。电话那头一片嘈杂，
像是有很多人在吵闹。你那边怎么了？七叔叹了口气，别提了，你走后，张强他们把事情闹大了。他们凑钱在村口搭了个大棚，成立了什么维权同盟，不让施工队进场，还印了传单，说补偿太低，要抗争到底。他们都信了会涨钱，全信了。他们现在都说你傻，亏了100多万。对了，张强还到处说等你钱花光了，还得哭着回村里，到时候他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听到这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到底谁傻？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没有了邻里间的鸡毛蒜皮，我在城市的生活非常惬意。我没有急着找工作，80多万的存款足够我安稳生活很长一段时间。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未来。然而半个月后，我意外看到了一条卧龙村维权的新闻，里面配着几张照片。张强站在村民中间，手里拿着大喇叭，脸上满是得意，身后还有一条横幅，写着补偿不到800万，誓死不开工。评论区一堆人表示支持。支持村民，800万不多，1线城市1套房都不止这个价。卧龙村的老乡们好样的，一定要坚持住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他们不知道卧龙村的房子多么破烂，只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。文章里还提到，在张强他们的不懈努力下，项目部已经愿意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笔搬迁奖励，但具体数额还在谈判。但我很清楚，这不过是拖延的伎俩罢了。我又翻了翻，看到了一段对张强的采访。你们的期望价位是多少？每户最少800万。我们卧龙村山好谁好啊？以后修了机场，旁边的地价不得起飞。他还特意提到了我。我们村之前出了一个败类叫陈安，为了280万，第一个签字跑了。这种人就是短视，没有集体荣誉感，以后休想再回我们卧龙村。我对此一点也不生气，甚至有点同情他，做着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发财梦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惩罚。但我没想到，张强很快变得更加疯狂了。这天晚上，七叔又打来电话，语气里满是忧虑。小安，你看到新闻没有？张强他们彻底疯了。项目部那边说最多再加20万，他们还不干，把去谈判的人给打了，把车都给砸了。我闻言有些意外，砸车了？可不是嘛，现在帽子叔叔都来了，把带头打砸的抓了。张强跑得快没抓到，现在村里乱成一锅粥，杨福生也压不住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村里分成了好几派，有要800万的，有要1000万的，还有人说干脆自己集资盖房子，以后当机场家属院卖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想象到那种混乱的场面，我赶紧叮嘱道：七叔，你别掺和他们的事，守好你自家的门就行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替他们着急，也替你担心。张强那小子说早晚要来城里找你算账，让他来，我等着他。一个如此愚蠢的人，根本对我没有威胁。我真正关心的是那个机场项目，这么闹下去，资方和政府的耐心还剩下多少？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3个月过去了。我用一部分钱报了几个线上课程，精神上无比富足。这期间，我回绝了七叔几次提，那个地方我暂时不想回去。而关于卧龙村的消息，依然断断续续的传来。张强他们打砸了项目部的之后，对方的态度也强硬了起来，不仅取消了那20万搬迁奖励，还发表声明，如果村民继续阻挠施工，将会起诉他们。这下村民们慌了，但张强和杨福生又给大家开了个动员大会。杨福生在会上说，这是开发商的恐吓战术，只要大家再坚持一下，胜利就属于我们。张强更是现身说法，说他有内部消息，开发商比他们还急，现在就是在比谁更能耗。大部分人又一次被他说服了，他们甚至把这件事捅到了市里的电视台，一档叫《民生在线》的节目还派了记者去采访。那期节目我也在网上看到了，视频里卧龙村的祠堂被布置成了作战指挥部，墙上贴着各种标语。张强作为村民代表接受了专访。我们不是钉子户，是合理的利益诉求者，我们要求不高，相信政府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答复。节目播出后，在本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舆论再次被点燃，大部分人骂开发商无良。张强和杨福生的声望在村里达到了顶峰，整个卧龙村变成了一座水泼不进的堡垒。他们团结一致，共同守护着那个800万甚至1000万的发财梦。直到一天晚上，七叔又打来电话，这次七叔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。小安，村里没法待了。又怎么了？前几天你堂嫂就是张强的老婆，找人算了一卦，说咱们村这块地是龙脉，机场建在这里能旺3代，还说谁家要是先搬走，就是断了自家的龙脉，以后要倒大霉的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信这个？这你也信？我当然不信，可村里人都信啊。现在好了，谁提签字，谁就是想破坏卧龙村的风水。前天刘老三家想通了，想去找项目部的人，结果被人堵在家里，差点被打死。他家的大门都被人泼了狗血。我瞬间沉默了。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畴，滑向了一种近乎癫狂的深渊。最后，七叔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声：“小安啊，你当初走得对，走得太对了。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卧龙村了。”挂掉电话，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如果当初我有一丝的犹豫，有一丝的动摇，选择和他们站在一起，那么现在就会被困在那个癫狂、偏执、无可救药的村庄里。我不敢再想下去。从那天起，我主动屏蔽了所有关于卧龙村的新闻，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。至于他们的命运，就交给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。1年时间弹指而过，春天再次来临时，我已经在城里彻底站稳了脚跟。我利用手里的资金，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化传媒公司，虽然规模不大，
但业务稳定，收入可观。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节奏，每天开车上下班，周末和朋友小聚，或者去健身房出一身汗。因为公司业务需要，我还换成了一辆更体面的合资品牌轿车。卧龙村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在我的记忆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，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。张强、杨福生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，也快要想不起来了。然而就在我以为我和那个村庄的缘分已经彻底断掉时，清明节前夕，我又接到了七叔的电话。这一年来，我和七叔联系的很少，我不想听村里的糟心事，他也默契的不再提起。所以当他打来电话时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七叔，怎么了？小安，你今年清明还回村里给你爸妈扫墓吗？回啊，怎么了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。终于，七叔叹了口气：“小安，村里可能要出大事了。那个机场项目组已经快3个月没人来了。之前他们虽然不进村，但也在附近转转。可打从过了年，就再也没见过人影。那张强他们呢？他们一开始还说是开发商耗不起了，故意装死，想逼我们先低头。可是这都3个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前2天，我女婿在镇政府上班，他偷偷告诉我一个传言。我连忙追问：什么传言？他说省里开了个会，觉得咱们卧龙村这边征地成本太高，影响不好，所以决定要把新机场的地址改到隔壁的凤鸣市去。此话一出，我脑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虽然早有预感，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，我还是感到一阵心悸。消息确定吗？还不确定，只是传言。但村里已经有人开始慌了。上周张强带了几个人去镇上问情况，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去。杨福生给镇长打电话，人家也不接了。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，好多人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天天唉声叹气。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多严重。有的人意识到了，但不敢说，毕竟张强还死撑着呢。谁要是敢说机场不见了，他就跟谁急，骂人家是叛徒，动摇军心。他说他过几天就去市里，去省里，他有路子，能问到确切消息。我闻言苦笑一声，事到如今，他还在做梦。最后，七叔叮嘱我：小安，你这次回来当心点，现在村里人情绪都不稳定，你可千万别刺激他们。我知道了，七叔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办公室的窗边，心情复杂。仅仅1年时间，命运的轮盘就已经转到了决定性的时刻，但我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只有一种淡淡的悲哀。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，他们赌上了一辈子，现在梦终于要醒了。清明节那天，我开车回了一趟卧龙村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去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，儿子在城里过得很好，也顺便亲眼去看一看那场闹剧的结局。然而快下高速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官方新闻的推送，标题叫关于新机场项目选址变更的最终公告。我马上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，点开了那条新闻。公告内容言简意赅，由于原定选址区域卧龙村在征地过程中遇到重大阻力，导致项目长期停滞，为确保重点工程按期推进，新机场项目将整体搬迁至临时凤鸣市，即日生效。最后还附了一句，原项目涉及的所有前期协议及补偿方案，自本日起全部终止作废。这意味着我签的那份合同理论上也作废了，但我的钱早已到手，房子车子都买了，新生活已经步入正轨。这份公告对我而言只是一纸空文罢了，可对卧龙村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一道催命符。看完后，我驶下高速，向着卧龙村的方向开去。雨越下越大，越靠近村子，路越是泥泞。曾经因为要修机场而翻新过的柏油路，只修了一半就停工了，车轮碾过就会溅起1人高的泥土。很快，我看到了村口，我把车开到村委会大院前，这里是村子的中心，也是当初开村民大会的地。看着那棵老槐树，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，那时父母还在，下雨天他们会撑着伞在院子里等我放学回家。如今物是人非，连只有树还在。我一边想着，一边下车朝父母坟地的方向走去。我先路过张强家门口，他家那栋2层小楼似乎比1年前更加破败了。等走到村东头那片被征用的土地时，我停下了脚步。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里没有机场，没有跑道，只有一个巨大的泥坑，那是挖了一半的地基，如今被雨水填满，成了一个浑浊的湖。这就是他们用1年的时间和确定的280万换来的东西，一片荒地和一个永远无法填平的深坑。这时，一个佝偻的身影走了过来，是村里的刘四爷，一个孤寡老人，脑子有点糊涂，平时就喜欢在村里到处转悠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打量了半天才认出我。是陈安吗？四爷，是我。你回来了，城里好不好？他们说你在城里发大财了。我没回答，只是问他村里人呢？他指了指祠堂的方向，都在那呢，吵架，天天吵架。正说着，村西头传来一阵骚动，几个人影从巷子里冲了出来，朝我这边跑来。为首的正是杨福生和张强，1年不见，他们俩都像是老了10岁。杨福生的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驼了；张强更是狼狈，变得又黑又瘦，全然没有了过去的神气。他们身后还跟着10几个村民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神情麻木。离着老远，张强就对我大喊：“陈安，你还敢回来？”他打量着我的新车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混得不错啊，车都开上了，怎么回来看我们笑话的？没有，我只是回来给我爸妈扫墓。然而张强却不信，冷笑一声：“扫墓吗？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就是来看我们笑话的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机场不见了？是不是？”他最后那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。他身后的村民们听到机场不见了这几个字，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显然七叔说的没错，这还只是一个让他们不敢相信的传言。看到张强即将失控，杨福生赶紧拉住他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小安啊，
别听张强胡说，他就是压力太大了。这一年不容易啊。他还想打感情牌，吸我不吃，可我的话像一根针，刺破了他们最后那层脆弱的伪装。面对眼前的乡亲们，我冷笑道：“是不容易，守着一片荒地，做着800万的梦，确实不容易。”闻言，一个女人当场就哭了出来：“什么800万啊？现在连个响都没了，俺家的猪都卖了，就等着拿钱。现在可怎么办啊？”她的哭声像会传染，人群里立刻哭成一片。张强却咆哮道：“哭什么哭？谁说不见了？他陈安就是想动摇我们军线。”然而话音刚落，一个年轻人就从村外飞奔而来。村长，强哥，不好了，市里发公告了，真的发公告了！你们看，新闻上都说了，机场改到凤鸣市了，咱们这不见了。杨福生接过满是泥水的手机，彻底崩溃了，而张强则像一尊雕像，僵在了原地。短暂的死寂之后，人群也彻底炸。一个男人冲向张强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。张强，你不是说有内部消息吗？现在怎么说？你把我们都害惨了。对，还有杨福生，都是你们俩非要当钉子户，非要800万。现在好了，1分钱都没了，我打死你这个丧门星！愤怒的村民们一拥而上，对着杨福生和张强拳打脚踢。而我看着这混乱的一幕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混乱中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：“别打了，打他们有什么用？钱能回来吗？”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众人头上。是啊，就算打死张强和杨福生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成了那个唯一抓住了救命稻草的人，唯一的成功者。爬起来后，杨福生踉踉跄跄地走到我面前：“小安，叔错了，叔对不起你，叔有眼不识泰山。”他抬起手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。是叔鬼迷了心窍，听了张强的怂恿，带着大家伙犯浑，我们都是傻子。我看着他，什么也没说。到了这一步，任何安慰或嘲讽都毫无意义。张强也被几个亲戚架着推到了我面前，旁边的长辈推了他一把：“快给你堂弟道个歉。”闻言，张强身子一颤，还是没抬头说话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终于，张强猛地抬起头，直视着我的眼睛。接下来，他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当着全村人的面，张强给我跪下：“陈安，堂哥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混蛋，我不该撺掇大家当钉子户，不该骂你，不该不让你走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扇自己的脸：“是我贪心，是我害了大家，我对不起全村人，我对不起卧龙村的列祖列宗。堂弟，你看在二叔二婶的份上，你救救我们吧，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”他抓住我的裤子，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你在城里认识人多，你去跟开发商说情，我们不要800万了，就要原来的280万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！他身后，村民们也纷纷开始求我：“小安，你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能拿到钱，我们给你磕头，我们给你立长生牌位。”1年前，他们为了多要钱，把我骂成全村的罪人；1年后，他们为了拿回本该属于他们的钱，把我当成了救世主。真是天大的讽刺啊！此刻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是平静地告诉他们：公告上写的很清楚，所有协议全部作废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径直离开。身后是张强更加凄厉的哭喊和村民们绝望的哀嚎。来到父母的坟前，我把带来的那束鲜花轻轻放下。我在坟前站了很久，告诉他们我在城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一切都很好。准备离开时，我又经过了村口那片荒地。张强、杨福生还有那些村民们依然坐在那里，像一群失去了灵魂的泥塑。我没有理他们，驾车驶出了卧龙村。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那个关于卧龙村荒诞而又悲哀的故事也该结束了。我离开卧龙村后，没有再关注过那里。对我而言，那里的故事已经画上了句号，而且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我没有时间考虑过去，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现在的事业上。然而几天后，我却接到了七叔的电话，他没有再劝我做什么，只是用一种极为疲惫的语气给我讲了村里后续发生的事情。这时我才知道，那天我走后，村民们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内斗。村民们不敢去找项目部的麻烦，于是将所有的怒火倾泻到了杨福生和张强身上。杨福生当晚就被一群红了眼的村民堵在家里，他大门被砸烂，窗户被敲得粉碎。他老婆想要求情，却被人一把推开。而杨福生自己听着众人的唾骂和诅咒，气急攻心，当场就中风了，被连夜送去了镇上的卫生院。镇上很快派了新的书记下来，负责处理烂摊子，但这个烂摊子谁也处理不了。至于张强，他的下场更惨，他家被人泼了粪，墙上写满了不堪入目的句子。他老婆那个曾经坚信卧龙村是龙脉的女人，第一个跟他翻了脸。据说那天他站在村口，把张强这些年做的所有蠢事全抖出来。没过2天，他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并且提出离婚。他走的时候还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。张强彻底成了孤家寡人。当初为了组织反对同盟，张强自掏腰包，还向亲戚借了不少钱。现在那些债主天天上门，堵在他家门口，不给钱就不走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张强只能卖掉了他家那栋2层小楼。可是，在如今的卧龙村，谁还会买房子？那房子挂出去1个月，连个问价的都没有。最后还是一个外地来的贩子，只给了他不到10万块钱，就把房子收走了。拿到钱的当天，张强还了债，剩下的钱喝了一场大酒，在村里的大槐树下哭了一整夜。第2天他就消失了。有人说他去外地打工了，也有人说他没脸见人，不知道躲到哪个山里去了。总之，张强就这么消失了。说到这，七叔叹了一口气，现在这个村子算是彻底散了，能走的都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些走不动的老弱病残。七叔，你也早点做打算吧。
我准备去城里找我儿子了，这地方不能待了，晦气。又过了2个月，时间进入了盛夏，我的传媒公司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为本市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区做推广。如果项目顺利完成，公司的规模和名气都将提升一个台阶。敲定最终合同那晚，我和合伙人张磊在大排档吃宵夜庆祝。陈安，这个项目拿下来，咱们今年就算是彻底站稳了。说真的，我认识你1年多了，总觉得你这人心里藏着事。怎么说呢？你身上有股狠劲，对自己狠，对过去也狠。我喝了一口啤酒，没有说话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，现在可能还在卧龙村唉声叹气。这时我手机响了，是七叔打来的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。他找我要干什么？接通后，七叔向我问好。小安，没打扰你吧？没事，七叔，您那边都安顿好了。七叔十分高兴，安顿好了，我现在跟我儿子住在一起，他还给我找了个看小区的活，轻松，每个月还有几千块钱，比在村里强100倍。突然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，卧龙村彻底成鬼村了。前几天下了场大暴雨，山洪把村东头那个大坑给冲了，水淹了好几家，剩下的人全都搬走了。现在村里1个人都没有，就剩下些破房子。那个杨福生呢？他中风以后就一直躺在卫生院，前2天没了。办丧事的时候，整个村子拢共不到10个人，凄凉啊。至于张强，七叔说再也没有人见过他，他就好像一缕青烟，彻底消散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看着大排档里喧闹的人群，心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杨福生死了，张强消失了，卧龙村没了，我和那个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，也随着七叔的这通电话彻底斩断。这时，张磊碰了碰我，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。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咱们得往前看，明天继续奋斗。我闻言也笑了。好，往前看。是啊，往前看，我的未来就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，在这片灯火辉煌中。又是1年过去，我们成功完成了那个旅游度假区的推广项目，一战成名，业务量翻了几番，公司也从10几人的小团队扩张到了50多人的规模。我也换了一辆德系的豪华轿车，搬到了离公司更近的一个高档小区。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，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卧龙村了。那个地方，连同那些人和事，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场模糊的梦。这天中午，我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在市中心一家5星级酒店的旋转餐厅吃饭。谈完合作后，我送客户到楼下，然而客户刚离开，我却愣住了。此时是午饭时间，不远处的一个建筑工地门口，一群工人正蹲在路边吃盒饭。这在城市里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象，我本没有在意，但其中一个身影却让我感觉格外熟悉。那个人特别瘦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正端着一个快餐饭盒狼吞虎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那个背影有些熟悉，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注视，那人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我们2个人都愣住了。是张强，他显然也认出了我，瞬间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我们之间不到20米的距离，却仿佛隔着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。2年前，在卧龙村的祠堂里，他指着我的鼻子，骂我是全村的罪人。1年前，在村口的泥水里，他跪在我的脚下，求我救救他们。而现在，我们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相遇，他甚至连抬头看我的勇气都没有。这时，司机提醒我，陈先生，您的车来了。我这才回过神来，对司机点了点头，坐进豪华舒适的轿车里，没再往那个方向看一眼。车子平稳的启动，汇入滚滚车流。在后视镜里，那个狼狈不堪的身影迅速变形，最终消失不见。自从在酒店门口偶遇张强后，我有那么几天无法完全平静，倒不是同情，更不是怜悯，而是一种荒诞感。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2个人，在短短2、3年间，人生轨迹便天差地别。这种荒诞感让我对金钱和成功有了更深的思考。这时，张磊拍了拍我，陈安，想什么？魂不守舍的。今晚有个慈善晚宴，我搞了2张邀请函，陪我去见见世面，顺便拉拉关系。我本想拒绝，但看到他兴致勃勃的样子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，社交应酬在所难免，我也得慢慢适应。晚宴在一家江边的豪华会所举行，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味和低声的欢笑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精致而得体的笑容，谈论着上千万的生意和下一个季度的投资风向。张磊像条鱼一样游进人群，跟这个握手，跟那个碰杯，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。我则觉得有些格格不入，这种场合让我想起了卧龙村的祠堂，很奇怪的比喻，但本质上他们并无不同。祠堂里，村民们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800万而狂热，在这里，人们因为一个个项目和利润而周旋，实际上都是追逐欲望罢了，只不过这里的欲望被包装得更文明。我不想掺和，就走到窗外看江景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找到了我。就在我看着窗外发愣时，一个清冷的女声在耳边响起：陈总似乎不太喜欢这种热闹的场合。那是一名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，大约27、8岁，长相清秀，气质干练，在这片珠光宝气之中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我认得她是市里一个很有名的公益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，叫苏瑶。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，只是不太适应。苏瑶闻言点点头，可以理解，大多数人来这里都是为了索取，当你的目的不是索取时，自然会觉得和周围格格不入。这话说的有点意思，我忍不住看向她。那苏小姐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我吗？我是来给他们一个花钱的机会，一个让他们觉得很高尚，顺便还能抵税的机会。我忍不住笑了，这个女人很有趣。看来在苏小姐眼里，做慈善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事情。慈善本身很神圣，但做慈善的人未必都那么神圣。就像今晚拍卖会上的那些古董字画，
成交价动辄几百万上千万。你觉得买家是真的欣赏那些艺术品，还是在购买一张进入某个圈子的门票，或仅仅是在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？我沉默了片刻，告诉他，也许都有，但不管动机如何，最终的结果是基金会拿到了钱，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从结果来看，就是一件好事。苏瑶闻言笑了，陈总倒是很看得开啊。没错，我们基金会就是这样运作的。我们不在乎钱从哪里来，只在乎钱到哪里去。我调查过陈总的公司，1年半时间，从零做到行业新锐，没有任何背景和人脉，完全是靠精准的眼光和务实的风格。陈总，你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更懂得结果的重要性啊。我们相视一笑，轻轻碰了一下杯。就在这时，晚宴的主持人宣布，慈善拍卖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是一幅当代著名画家的山水画，起拍价50万。场下的富豪们开始轮番举牌，价格一路攀升。然而我却想起了卧龙村那片荒芜的土，他们梦寐以求的财富，在这里不过是别人几轮叫价的数字。晚宴结束后，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我赚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最初是为了生存，为了逃离那个让我窒息的村庄。但现在房子有了，车子有了，公司也步入了正轨。那么我接下来呢？我不想成为晚宴上那些挥霍无度的富豪，我的财富应该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去处。很快，我的心里便有了一个主意。1周后，我找到了张磊。磊子，我们公司现在1年的净利润能有多少？张磊立刻来了精神，拿起计算器一通按，然后报出了一个数字。保守估计8位数，而且是奔着9位数去的那种。怎么想年底分红啊？分红是肯定的，但我在想另一件事，我想成立一个部门，或者说启动一个项目，叫企业社会责任。张磊愣住了，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。企业社会责任，陈安，你没搞错吧？咱们是创业公司，还在高速扩张期，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。搞那种玩意，都是那些上市大公司为了名声才做的。咱们现在是不是早了点？我却摇了摇头，不早。而且我不是为了名声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抵税吗？也不是。磊子，我们赚钱很快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钱除了让我们换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车，还有什么用？10年后、20年后，当我们的公司不在了，谁会记得我们？我们留下了什么？张磊瞬间被我问住了。这个想得太远了吧？不远。一个企业想要走得远，除了商业价值，还必须要有社会价值。我考虑过了，我想用公司每年净利润的3%，成立一个专项的教育基金。这个基金不搞捐款，不建希望小学，只做资助，专门资助那些从贫困地区考上重点大学，但家庭无力承担学费和生活费的学生。说到这，我顿了顿。资助不是无偿的，我们和学生签订协议，为他们提供大学4年的全部费用。毕业后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，但需要在10年内将这笔助学金无息偿还给基金会，这样基金会的资金池就可以循环起来，帮助更多人。听完后，张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：陈安，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是教育？因为教育是唯一能让一个人真正摆脱原生环境的途径。至于为什么要求偿还，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施舍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，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。这番话几乎是我对自己过去几年人生的一个总结。张磊看着我，眼神从不解慢慢变成了佩服。我明白了，这件事我支持你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你今晚说。好，第一件事，帮我约一下星光公益基金会的苏瑶小姐，我想交给专业的机构来运作，会比我们自己摸索要好得多。过去的故事从这一刻结束了，而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再次见到苏瑶，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小的会客室。陈总，欢迎！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联系我了。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已经想清楚了。我没有绕圈子，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。这是我草拟的一个助学金计划，叫启航计划。我想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出资，委托你们基金会来具体执行和管理。苏瑶接过文件，脸上的表情从客气慢慢变得专注。过了足足20分钟，苏瑶才抬起头。陈总，恕我直言，我做基金项目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意识兴起的企业家，他们大多只会说要捐多少钱，然后把所有麻烦事都丢给我们。像你这样带着考虑周全的方案找上门来的，还是第一个。因为我不是一时兴起，这件事我想得很认真。苏瑶点了点头，看得出来，尤其是你的循环式基金和10年无息还款的设计非常巧妙。它不仅保证了基金的可持续性，而且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。这已经超出了普通慈善的范畴，更像是一种价值投资，投资于人的未来。他精准地概括出了我的想法，让我忍不住笑了。苏小姐过奖了。不，我没有过奖。这个项目我们基金会接了，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和贵公司对接，我本人也将亲自担任总负责人。公事谈完后，气氛轻松了一些。苏瑶问了一个私人问题：陈总，我还是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对资助贫困地区的大学生有这么深的情结？我沉默了片刻，告诉他，因为我见过真正的贫穷是什么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，而是一种由愚昧、短视和贪婪构建起来的精神牢笼。它会让人丧失理智，把唾手可得的幸福亲手推开，然后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见过那样的人，见过那样的村庄，而教育是唯一能够打破那个牢笼的钥匙。我说完后，苏瑶震惊了。片刻后，他向我伸出手。陈安先生，很荣幸能和你这样的人合作。彼此。苏瑶小姐，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的起航。
和星光基金会的合作协议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正式签署。这不是一笔生意，却比我签过的任何一单生意都更让我心潮澎湃。张磊也笑得合不拢嘴，张罗着晚上要请基金会的人吃大餐庆祝，却被苏瑶笑着婉拒了。庆祝就不必了，我们还是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怎么把第一笔钱花出去吧。有很多孩子就等着这笔钱去大学报到，我们慢一天，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完全不同。张磊顿时有些尴尬，我则完全赞同。苏小姐说的对，我们这边所有资源都会全力配合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几乎把一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。我和苏瑶的团队每周都要开2到3次的视频会议，讨论每一个执行细节。苏瑶的专业性让我惊叹，她对国内贫困地区的地理分布、教育现状，甚至是不同地域学生的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。而我对互联网推广、流程优化和数据分析的经验，也让她大开眼界。这天晚上，为了敲定最终的线上申请系统，我和苏瑶一直忙到深夜11点。终于忙完后，我建议我叫了外卖，一起吃点吧。他没有客气，主动凑了过来。外卖很简单，2份皮蛋瘦肉粥，几个小笼包。他一边咬着小笼包，一边问我：陈安，你考虑过一个问题吗？我们的筛选标准设计得非常理性，但有些东西是无法量化的。比如呢？比如一个孩子的品德，他的毅力，他对未来的渴望，这些东西一张成绩单是体现不出来的。我以前做项目更倾向于和孩子们面对面的聊，但启航计划的体量太大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和时间。我明白他的顾虑，不过我早有准备，所以我在系统里加了一个模块，是非必填项。我设置了一个问题，请用一件事证明你值得这次机会，字数不限，形式不限，可以写一封信，可以上传一段自己录的视频，甚至可以是一张照片。这是一个变量，打破了纯粹的量化评分体系，它给了那些不擅长考试的孩子机会。苏瑶闻言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笑了。陈安，你比我想象的还更柔软。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聊到对未来的规划。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看法，是同一种人。外卖吃完，已经快凌晨1点了，我开车送他回家，他在上楼前回头看我。谢谢你，让我看到了慈善的另一种可能性。看着他上楼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这座冰冷的城市变得温暖了起来。启航计划的线上申请系统在8月初正式上线，短短半个月内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5000份的有效申请。每一份申请我们都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为了保证公平，我们设计了3轮审核机制。第1轮由系统淘汰掉明显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，第2轮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进行员工审核，交叉比对材料的真实性。最后1轮则由我和苏瑶以及双方的核心成员组成一个终审委员会，对所有通过了第2轮的候选人进行最终的评定。终审会议那天，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个个候选人的资料，那些资料看得我心情无比复杂。有一个来自甘肃大山里的男孩，他的父亲在矿难中去世，母亲靠着种几亩薄田和给人缝补衣服，把他和妹妹拉扯大。而他的高考成绩超出了重点线100多分。在他上传的附加材料里是一张照片，他站在家徒四壁的土坯房前，手里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脸上带着黝黑而灿烂的笑容。还有一个来自东北老工业区的女孩，父母双双下岗，靠打零工为生。她考上了南方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，在附加材料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信里说她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，毕业后要回到家乡，去那些最缺老师的乡村小学任教。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孩子来自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，他考上了一所顶尖的政法大学，在附加材料里上传了一段自己录的视频。视频里，他用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，分析了当地一种特色农产品滞销的原因，并提出了一个利用电商平台和短视频进行推广的完整方案。看着这些鲜活的、努力向上生长的生命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如果那时也有一个启航计划，我的路会不会走得稍微轻松一些？最终，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，我们确定了第1期启航计划资助的100个名额。当最终名单在大屏幕上定格时，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苏瑶也走到我身边，我们成功了。不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会议结束后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，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但归属地显示却是我老家的城市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很快听到了一个苍老且熟悉的声音。喂，是小安吗？居然是七叔，这让我有些意外。七叔，您换号码了？是啊，刚跟我儿子到城里，他给我办的新号。七叔的语气听起来不错，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。小安啊，没打扰你吧？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们都搬出来了，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不用不用，都挺好的。突然，七叔的语气变得有些复杂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，关于村里的卧龙村没了。此话一出，我愣住了。没了？什么意思？前阵子不是下了几场特大暴雨吗？山洪把村子给淹了，尤其是村东头那个大坑，水稻灌进村里，淹了好几栋房子。后来剩下的人就全搬迁了，说是地质灾害区，不适合居住了。我沉默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个村庄的消亡，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听我女婿说，市里出了个新规划，因为咱们村的快递已经没人了，他们准备在那建一个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。一瞬间，我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。他们当初拼了命守护的风水宝地，最终的归宿居然是变成一个处理全城垃圾的地。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？也算是物尽其用吧。小安，不跟你多说了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以后啊，咱们都没有那个家了，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。好。
七叔，您多保重。挂了电话后，我走到窗前，看着万家灯火。如今卧龙村即将从地图上被抹去，也好，就让所有的恩怨和悔恨都随着那个村庄一同被掩埋吧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多少有一些惆怅。不过到了周末，苏瑶的一通电话打消了我的忧愁。这天是周末，苏瑶忽然给我发了条信息：明天有空吗？陪我去个地方。后面附了一个定位，是市郊的一个森林公园。我立马回复有空，第二天便赶了过去。此时苏瑶已经在了，她没有穿职业套装，而是一身轻便的运动装，看上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等很久了。没有，我刚到。咱们走吧，今天不谈工作，只当是给身体放个假。我们沿着公园里的石阶小路一路往山上走。一路上我聊这些轻松的话题，聊最近上映的电影，聊哪家餐厅的菜比较好吃，聊学生时代的趣事。我发现脱离了工作的苏瑶，原来也有着非常生活化的一面。她会为了一个电影情节哈哈大笑，也会抱怨某家奶茶店糖放的太多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。走到半山腰的一个观景台时，我们停下来休息。从这里可以俯瞰小半个城市的轮廓，我忍不住感叹，真没想到这座钢铁森林的旁边还有这么一片清静的地方。是啊，陈安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这么拼命的在这座城市里奋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他好像也问过我一次，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多了一份真诚的迷茫。以前我觉得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后来我觉得是为了证明自己。现在呢？我想了想，认真的回答，现在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拥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选择和谁在一起。你可以不再被动的接受命运，而是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活。苏瑶静静的听着我的话，若有所思。所以成立启航计划也是你主动塑造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点点头，是，我想在我的人生里留下一点除了商业报表之外的东西。苏瑶闻言笑了，你知道吗，陈安，我选择做公益，其实原因和你很像。我家里条件很好，从出生起人生道路就几乎被规划好了，读名校，去华尔街，然后嫁一个门当户对的商业精英，继承家族的生意。突然他语气变了，但我不喜欢，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所以大学时我瞒着家里参加了一个去西部山区的支教团，那1个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。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孩子连一本课外书都是奢望，所以我拒绝了家人安排的工作，一头扎进了公益行业。原来他也有着自己的反叛和逃离。最后苏瑶握住了我的手，陈安，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故事，现在我更确定我们是同路人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说话，只是一起看着远方的落日。启航计划的第一笔助学金在8月底之前精准地打到了每一个入选学生的账户上。看着那一笔笔款项成功支付的记录，我和苏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等到开学，苏瑶和她的团队忙着和各个高校对接，而我则把重心放回了公司业务上。但我们每天晚上还是会雷打不动地通一个电话，分享彼此一天的见闻。陈安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个孩子给我发了一封邮件，他说他买了一张硬座票，在火车上站了30多个小时才到学校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从踏上那趟火车开始就不一样了。我今天也收到了一个考上建筑系的孩子，他给我寄了一张自己画的速写，画的是他们家乡的一座老石桥。他说等他学成归来，要亲手为家乡设计一座更坚固、更漂亮的大桥。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反馈，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富足。转眼间，到了第2年的暑假，第一批启航计划的学生们即将迎来他们的大2生活。这天，苏瑶一边翻看着学生们的学年报告，一边念叨：陈安，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来自很偏远的地方，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但他们的视野和社交圈相对来说还是很局限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一点啊？闻言，我放下手里的文件，看着他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想利用这个暑假组织一个启航夏令营，把一部分表现优异的孩子集中到我们所在的城市来，为期1周。我们不讲课，只带他们去看、去听、去感受，带他们去参观市里最好的科技公司，让他们知道科技如何改变世界；带他们去听一场顶级的音乐会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熏陶；带他们去博物馆、去美术馆，甚至带他们去你我的公司，让他们看看一个企业是如何运作的。说到这，苏瑶越来越兴奋。我们给他们的不应该是纯粹的钱，更应该是视野，是格局，是梦想的燃料。看着他因激动而泛红的脸颊，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共鸣。我完全同意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一次，我们要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夏天。1个月后，为期7天的第一届启航夏令营在市郊一个风景优美的度假村里正式展开。我们从100个孩子里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30个。开营那天，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稚嫩又充满了好奇的脸庞，有些恍惚。这些孩子就和我当年一样，他们的眼中有对未来的憧憬，也有对未知的胆怯。在夏令营的几天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来自山区的女孩在科技馆的机器人展台前流连忘返。我看到了一个不善言辞的男孩在参观完一家互联网公司后，眼神里
燃起了光芒。我还看到了他们第一次穿上正装，尽管紧张的手心冒汗，但每个人都努力地挺直了腰板。夏令营的最后一晚，我们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，分享着一周的感受。一个叫李浩的男孩突然站了起来，他就是那个立志要为家乡修桥的孩子，有些紧张地开口：“陈总、苏总，还有各位同学，来这里之前，我其实很自卑。我们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来自大城市，他们见多识广，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东西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土包子，和他们格格不入，甚至怀疑考出来是不是一个错误。但是这几天，我看到了那么多我以前无法想象的东西，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大。我明白了，我的自卑来源于我的视野太窄，我不需要去模仿别人，只需要做好我自己。我学好我的专业，用我的知识去建设家乡，让更多人知道它。这就是我的价值。”他说完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篝火旁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苏瑶也在我耳边低语：“陈安，你看，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。”夏令营的成功让我们对启航计划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我和苏瑶决定将夏令营作为每年固定的活动，让更多的孩子能从中受益。此时，生活似乎进入了一条美好而平稳的轨道。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，我和苏瑶的感情也日益深厚。我们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对未来有着共同的规划和期许。这天晚上，我开车去接苏瑶下班，准备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。苏瑶在电话里告诉我：“等我一下，最后一份文件签完就好。”我便把车停在路边等他，顺便看着下班高峰期的众人。突然，我注意到了一个穿着环卫工制服的老人，他看起来年纪很大了，正在路边喝水。当他转过脸时，我瞬间愣住了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，正是许久未联系的七叔。我连忙推开车门，快步向他走去。七叔，是你吗？闻言，老人在我脸上看了好半天，才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你是小安？真的是您？您怎么在这里做这个？此刻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一直以为七叔跟着他儿子在城里生活，虽然不富裕，但至少安稳嘛。没想到居然在街头当上了保洁。面对我的关切，七叔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一言难尽啊。”在他的讲述中，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他儿子确实在城里，但混得并不好。前2年做生意亏了本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儿媳妇也跟他离了婚。他儿子自己现在在一个工地上打零工，居无定所，根本没能力照顾他。七叔不想成为儿子的拖累，就自己出来找活干。但他年纪大了，又没什么文化，只能找到这份环卫工的工作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一个月2000多块钱，住在市郊一个最便宜的地下室里。听完他的话，我心里堵得难受。七叔，您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有你的事业，忙得很。我一个老头子，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这就是命啊！我们这种人到哪都是底层命。这不是命，七叔，你跟我走。我拉着他就要往我车边走。小安，你干什么去？我这还没下班呢。这班别上了，你先跟我上车，剩下的事我来安排。就在这时，苏瑶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。她看到我和一个环卫工老人拉拉扯扯，愣了一下，但很快走了过来。陈安，怎么了？苏瑶，这是我一位长辈，我七叔。七叔，这是我女朋友苏瑶。看着气质优雅的苏瑶，七叔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苏瑶立刻察觉到了什么，她没有多问，只是对七叔露出微笑。七叔你好，外面冷，您先上车跟我们走吧。有什么事，我们找个暖和的地方慢慢说。在我的坚持和苏瑶的劝说下，七叔最终还是上了我的车。路上，苏瑶和七叔聊着家常，聊他的身体，聊他老家的庄稼，气氛渐渐不再那么尴尬。我一边开车，一边思考着怎么安排七叔，直接给他一笔钱，以他的自尊心，肯定不会要，让他什么都不干，在我家住下，他更会觉得是寄人篱下，必须给他找一件有价值又能体现能力的事做。突然，夏令营里那个叫李浩的男孩提出的电商方案闪过我的脑海。想好计划后，我看向七叔。七叔，您种了一辈子地，是这方面的行家吧？那可不，从选种、育苗到施肥、除虫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弄。那您觉得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闻言，七叔想了想，问题多着呢，年轻人留不住，好东西卖不出价。就说我们老家那种山核桃，又香又脆，可就是没人来收，最后都烂在地里，可惜了。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这些好东西直接从地里卖到城里人的餐桌上呢？七叔瞬间愣住了。那感情好，可怎么卖啊？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成立一个新公司，专门做农产品的线上销售。我们去发掘那些像您说的山核桃一样，品质好但销路不畅的特色农产品，帮他们做品牌、做推广，通过我们的平台迈向全国。不过我需要一个真正懂农业、懂农民的人，去产地考察、监督品质、指导农民科学种植。这个职位叫首席产品官，我想请您来担任。闻言，七叔彻底听傻了。小安，你别拿我开涮了，我一个糟老头子哪干得了这个？您干得了，在农业这个领域，您就是专家。我给您配助理、配团队，您只需要把您一辈子的经验用出来就行。工资我给您开1万1个月，做出成绩还有分红，您看行不？听到自己一辈子务农的经验，第一次被如此郑重的需要，七叔的眼里泛起了泪光，而苏瑶在一旁也含笑看着我。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临时的善举，更是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反哺那片土地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七叔在首席产品官这个新岗位上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。我们成立的新公司取名为山河风物，我从公司抽调了最精锐的电商运营和品牌营销团队，全力支持这个新项目。而七叔则成了这个项目的灵魂，他带着年轻的团队扎进了各个偏远的乡村，他能一眼就分辨出土壤的好坏，
能通过观察庄稼的叶子判断出缺少什么肥料。他跟当地的农民说着他们才懂的行话，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。在他的把关下，我们发掘出了深山里的野蜂蜜、高原上的黑青稞、滩涂上自然生长的紫菜，每一样产品都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淳朴的匠心。我们的团队则负责为这些产品设计精美的包装，撰写动人的品牌故事，再通过我们成熟的线上渠道进行推广。很快，我们的产品就引爆了市场。那些吃惯了工业化食品的城市消费者，被我们公司天然地道的产品深深吸引，订单如同雪片般飞来。短短半年时间，山河风物就实现了盈利，成为了公司旗下增长最快的新业务。我们不仅自己赚了钱，还让那些偏远山村的农民获得了有尊严的收入。而七叔成了远近闻名的财神爷，每次他去村里考察，都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。他的腰板都挺直了，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。他还把他儿子也接到了公司，安排在物流部门，让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。看着七叔的变化，比签下任何一笔大合同都让我感到高兴。而我和苏瑶的感情也在共同的事业和生活中愈发深厚。又是一年春暖花开，启航计划的第一批学生已经进入了大三，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成为山河风物项目的志愿者，为家乡的农产品写推广文案，甚至当起了带货主播。那个叫李浩的男孩，他设计的外婆桥牌家乡米酒更是成了我们平台的爆款。到了启航基金会成立2周年那天，我们没有举办盛大的庆典，只是把所有参与过项目的核心人员，还有一部分学生代表，请到了公司新总部的顶楼露天花园。李浩作为学生代表站在台上发言。2年前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翻过一座山，再走很远的路，是启航计划给了我一双翅膀，让我知道原来我可以飞。今天我想说，我们这些被启航照亮的孩子，不会只想着自己飞翔，而是去照亮更多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同路人。这就是我们对陈总和苏总对这个时代最好的回报。台下瞬间掌声经久不息，我看着台上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再看看身边的苏瑶，心中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填满。晚宴结束后，我牵着苏瑶的手走到花园的角落，我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丝绒盒子，单膝跪地。苏瑶，2年前我以为我的人生是一场关于逃离和证明的独角戏，是你让我明白，原来人生可以是一场关于创造和给予的交响乐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许给你一个多么波澜壮阔的未来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从今往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像守护启航计划一样，用生命去守护我们的爱。苏瑶，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人生这首交响乐中最重要的那个音符吗？苏瑶没有说话，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伸出她的手，我为她戴上那枚戒指，然后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。卧龙村的故事早已随风而逝，而我的港湾就在此刻我的怀中。